你越认真修行，为什么反而越痛苦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每天雷打不动的诵经、打坐，把修行当成生活的全部重心，甚至苛刻到不允许自己有一丝杂念，一点情绪波动。可越是这样认真，心里的痛苦反而越重，焦虑像藤蔓一样缠着你，自责像石头一样压着你，明明在追求解脱，却反而被困得更紧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修错了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同修，有的坚持每天凌晨4点起床打坐，哪怕身体疲惫到极致，也硬撑着告诉自己要精进。有的诵经必须凑够100遍，少一遍就坐立难安，觉得自己不够虔诚。还有的刻意压抑所有负面情绪，哪怕心里已经翻江倒海，表面也要装得平静淡然，仿佛只要表现得清静，就是修行到位了。可到最后呢，要么因为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标准而崩溃，要么因为没有得到预期的感应而迷茫，越修越内耗，越修越痛苦。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明明我们都在朝着解脱的方向努力，明明我们比很多人都更认真、更执着，可痛苦为什么反而会变本加厉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也很扎心。你以为你在修行，其实你在用执着修行。你所谓的认真，不过是把修行当成了一场交易，一场我付出多少就必须得到多少回报的交易。这就是修行内耗的根源，把修行当交易。我们总在潜意识里设定一个等式，我诵经多少遍就应该获得多少福报，我打坐多少小时就应该变得多少清净，我放下多少欲望就应该得到多少解脱。一旦这个等式不成立，比如诵了经却依然遇到不顺，打坐了很久却依然杂念纷飞，放下了欲望却依然感到痛苦，我们就会陷入自我怀疑、自我否定，痛苦也就随之而来。而佛法的底层逻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，它的核心是中道，是空性，是无自性。很多人一听到空性，就会误以为是虚无，是什么都没有，觉得既然一切都是空的，那修行还有什么意义？这其实是我们最大的盲点，也是我们陷入痛苦的关键。空从来都不是虚无，而是无固定不变的自性，是一切事物都在因缘和合中变化，没有永恒的绝对的存在。就像一杯水，它可以是液态的水，也可以是固态的冰，还可以是气态的蒸汽，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水的自性。但这并不代表水不存在，而是说它的存在是由温度、环境等各种因缘决定的。修行也是一样，我们总执着于一个完美的修行状态，执着于我必须成为一个清净、无念、无烦恼的人。可这本身就是一种执念，一种对有的执着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因为觉得一切都是空的，就放弃修行，放任自己的欲望，那又是陷入了无的执着。这两种执着都是偏离了中道，都是在用执着修行，自然会痛苦。金刚经里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句话我们听了无数遍，可真正能做到的人太少了。什么是无所住？就是不执着于任何相，不执着于修行的形式，不执着于修行的结果，不执着于我在修行这个念头。你诵经不是为了换取福报，只是单纯的感受经文里的智慧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。你打坐不是为了强迫自己无念，只是单纯的觉察自己的呼吸，觉察自己的念头，不评判，不抗拒。你放下欲望，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修行者，只是单纯的看清欲望的本质，不被它牵着走。我想起曾经遇到一位老修行，他修行几十年，没有固定的诵经时间，没有刻意的打坐安排，每天只是认真的吃饭、扫地、喝茶，待人温和，处事淡然。有人问他，你这样也算修行吗？他笑着说，修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
也不是做给自己的执念看的，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都能保持觉察，不被念头绑架，不被情绪左右。吃饭时认真吃饭，感受米饭的香甜；扫地时认真扫地，感受扫帚划过地面的触感；喝茶时认真喝茶，感受茶水的温热。这就是修行。你看，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一场交易，也不是一种负担，而是一种自然的觉察，一种生活的状态。我们之所以会痛苦，是因为我们把修行当成了一种任务，一种投资。我们执着于必须得到什么，执着于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反而忽略了修行的本质，回到当下，觉察自己。再说说我们常陷入的另一个盲点，有无二边。我们要么执着于有，执着于修行的形式，结果执着于我能得到什么；要么执着于无，觉得一切都是空的，修行没有意义，从而放弃觉察，放任自己。可中道的智慧就是要我们超越这两种执着，看清有和无本来就是一体的，没有绝对的有，也没有绝对的无。就像我们的念头，它来了又走了，它存在过，但它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。你不执着于它，它就不会困扰你；你执着于它，它就会变成痛苦的根源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不再执着于修行必须怎么样，不再追求一个完美的结果，只是单纯的在每一个当下保持觉察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纳自己的杂念和情绪，痛苦反而会慢慢减轻。比如你打坐时，不再强迫自己无念，而是觉察到我现在有杂念，然后温柔地把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，不评判，不抗拒，久而久之，杂念自然会越来越少。你诵经时，不再执着于变数，而是认真地念好每一句，感受经文带来的平静，久而久之，心自然会变得清净。很多人都在追求解脱，可他们不知道，解脱从来都不是摆脱痛苦，而是学会和痛苦共处；从来都不是没有杂念，而是学会不被杂念绑架；从来都不是得到什么，而是学会放下执着。你越执着于要解脱，反而越难解脱；你越执着于要清净，反而越难清净；你越把修行当交易，反而越会在交易的失衡中感到痛苦。我常常问自己，修行到底是什么？后来我慢慢明白，修行不是改变自己，而是接纳自己；不是追求完美，而是允许不完美；不是逃离生活，而是热爱生活。它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情绪、没有欲望的圣人，而是让你变成一个有觉察、有慈悲、有力量的普通人。在遇到挫折时，不抱怨，不沉沦；在遇到烦恼时，不执着，不抗拒；在得到时，不贪恋；在失去时，不执着。心经里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里的照见不是逃避，不是否定，而是觉察，觉察到五蕴的空性，觉察到一切事物的无常，觉察到自己的执念，然后放下执念，回到当下。当你能照见这一切，你就会发现，痛苦从来都不是修行的敌人，而是修行的契机；执念从来都不是修行的障碍，而是修行的对象。所以，别再把修行当成一场交易了，也别再用执着去修行的。你不需要强迫自己每天必须诵经多少遍，打坐多少小时，也不需要苛责自己必须做到完美无缺。你只需要在每一个当下保持一份觉察，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和念头，不评判，不抗拒，温柔地对待自己。修行的路上没有捷径，也没有标准答案，它不是一场比赛，不需要和别人比谁更精进，谁更清净；它也不是一场交易，不需要用付出换取回报。它只是一段慢慢觉察、慢慢放下、慢慢成长的旅程。在这段旅程里，你会遇到痛苦，会遇到迷茫，会遇到执念，但只要你能保持觉察，不被他们牵着走，你就会慢慢发现，心越来越平静，越来越自由。
痛苦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消散。到最后你会明白，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越认真越痛苦，而是越觉察越自由。那些你曾经以为的痛苦，不过是执念给你设下的陷阱；那些你曾经追求的完美，不过是执着给你画下的牢笼。放下执念，放下交易心态，回到当下，接纳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也是你摆脱痛苦、获得平静的唯一路径。愿每一位修行路上的同修都能看清修行的本质，放下结果的焦虑，在每一个当下保持觉察，不被执着绑架，不被痛苦困扰，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平静、自在、慈悲、有力量。